关于谭松韵与侯明昊新剧的讨论明显升温，尤其是剧中疑似婚礼、拥吻以及双人互动等相关画面曝光后，很快在网友之间掀起了不少话题。有人被两人的氛围感吸引，有人关注剧情到底会如何发展，也有人单纯因为两位演员同框时产生的化学反应而产生了追剧兴趣。不过，如果只把这些讨论简单归结为高甜撒糖，其实反而低估了观众真正关注的东西。如今的观众看剧越来越理性，一段拥吻镜头、一场婚礼戏或者一次亲密互动，当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话题，但真正决定一部剧能不能留下来的，还是人物关系有没有逻辑，故事能不能持续推进，以及演员能不能把角色的情绪演出来。所以，所谓大婚画面曝光，更值得关注的，其实不是画面本身有多甜，而是它为什么能够让观众产生联想，两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。这场婚礼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情结果，还是剧情中的重要转折？如果前期一直铺垫矛盾，那么这样的画面又会不会成为后续故事的关键节点？这些问题比单纯讨论甜不甜更加有意思。谭松韵本身拥有比较鲜明的表演辨识度，她擅长通过细微的表情和眼神表现人物情绪，不一定需要特别夸张的台词，就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变化。而侯明昊则有着比较突出的少年感和清爽气质，两个人放在同一画面中，很容易形成一种既有距离感又有暧昧张力的视觉效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相关片段出现在观众视线里时，很容易让人产生这两个人似乎真的很有故事的感觉。当然，预告、路透或宣传物料中的画面，最终还是要放回完整剧情里判断。一个镜头可以负责吸引观众，但一部剧真正能不能成为爆款，还要看它能否把这种第一眼的吸引力转化成持续追剧的动力。对于侯明昊来说，这次新剧的讨论度之所以比较高，也与仙侠题材本身具有较强的观众基础有关。仙侠剧看起来拥有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，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考验制作和演员的类型，因为观众已经看过太多神仙、凡人、师徒、宿命、轮回以及虐恋情节，如果只是简单的重新组合这些元素，很容易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因此，一部新的仙侠作品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并不是还能不能讲仙侠故事，而是能不能把熟悉的元素讲出新的感觉。从目前释放出来的相关信息和互动画面来看，侯明昊与谭松韵之间的关系变化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。如果人物之间只是从相遇直接走向甜蜜，那么剧情很容易缺乏层次。但如果两人的关系中存在身份、立场、责任或者情感上的冲突，那么故事就会拥有更多发展的空间。尤其是仙侠故事最容易制造的一种吸引力，就是明明相爱，却不一定能够轻易走到一起。这种情感并不一定非要依靠极端虐恋来表达，真正高级的情感戏往往来自人物选择。当一个角色面对感情与责任时，他会怎么选？当两个人明明互相理解，却因为现实处境不得不保持距离时，他们又会如何处理？这些细节才真正决定观众能不能带入角色。如果侯明昊这一次能够摆脱单纯依赖外形和少年感的表演方式，而是在角色中呈现出更成熟、更复杂的情绪层次，那么这部作品对于他的表演路线来说，也可能成为一次值得观察的尝试。而谭松韵首次尝试仙侠题材，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新鲜感。他过去给观众留下的印象，往往与灵动、自然、生活感较强的角色联系在一起。仙侠人物则需要演员拥有另一种表达方式，
尤其是面对特殊世界观时，既要让人物保持真实感，又不能让表演显得过于现代。如果他能够把角色的成长、脆弱、坚定以及感情变化自然地融合起来，那么这种反差本身就可能成为作品的一大看点。除了婚礼相关画面之外，两人的双人舞以及亲密互动同样成为网友讨论的重点。其实，双人舞之所以容易成为短视频传播素材，并不仅仅因为画面好看。舞蹈是一种非常直观的互动方式，两位演员之间的距离、动作节奏、眼神交流，甚至一个转身和一个停顿，都可能被观众解读成角色之间的情感信号。如果演员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，双人舞很容易变成两个人一起完成动作。但如果双方能够进入角色，观众看到的就不再只是舞蹈，而是人物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影视剧的互动片段明明没有复杂台词，却能够迅速引发讨论。谭松韵和侯明昊目前受到关注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个人同框时呈现出的反差感，一个更加灵动，一个更加清俊，一个表情细腻，一个气质鲜明。当这种不同的表演气质碰撞在一起时，就容易形成一种互补效果。但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，甜蜜互动只能是加分项，不能成为整部作品唯一的卖点。如果一部剧不断依靠拥抱、对视、拥吻和暧昧桥段制造热搜，却没有同步推进人物成长，那么观众在最初的新鲜感消失之后，很容易产生疲劳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这些甜蜜片段本身服务于剧情，那么意义就完全不同。比如一次牵手代表人物关系正式发生变化，一次拥吻代表两个人终于突破心理防线，而婚礼画面又可能成为某种命运转折。那么同样的甜就不再只是视觉刺激，而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优秀的爱情线并不需要每一集都不停撒糖，有时候一个眼神比10句情话更加有力量，一次克制的转身也可能比直接拥吻更加让观众记忆深刻。如果这部剧能够在甜蜜之外保留足够的情感留白，相信反而更容易让观众产生持续讨论的欲望。那么这部新剧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爆款？在我看来，至少有3个关键因素值得观察。仙侠剧最怕前期铺垫过慢，中期不断重复误会，后期突然疯狂反转。观众现在的耐心越来越有限，如果一个冲突拖10几集甚至几十集，只为了延长剧情，很容易让人产生疲惫感。所以如果后续剧情能够保持紧凑，让每一次误会、冲突和感情变化都有明确原因，那么观众的追剧动力自然会更强。观众真正喜欢的从来不只是帅哥美女谈恋爱，而是能够记住角色本身。侯明昊饰演的人物需要拥有自己的目标、原则和成长线，而谭松韵饰演的角色也应该有独立的人物逻辑。两个人可以相爱，但不能因为爱情就失去各自的故事。如果男女主角都有完整的人物弧光，那么爱情线才会显得更加真实。这一点其实已经通过一些互动画面获得了一定关注，但真正的化学反应还是需要完整剧情来验证。所谓 CP 感，并不是简单的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就能产生，它来自角色之间的情绪递进，也来自演员对彼此表演的回应。一个演员抛出情绪，另一个演员能够接住；一个角色沉默，另一个角色能够通过眼神表现出理解。这些细节才是真正让观众磕进去的原因。因此，与其提前断言这部剧一定爆，不如把期待放在它后续能不能持续提供惊喜。如果制作团队能够避免为了制造话题而强行反转，也不单纯依赖暧昧桥段，而是把人物和故事真正建立起来，那么它的潜力显然会比单纯靠宣传热度更大。
从目前的讨论来看，谭松韵与侯明昊这组搭档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步，让观众产生兴趣。婚礼画面带来话题，拥吻片段制造期待，双人舞进一步放大了两人的 CP 讨论度，而仙侠题材又给整个故事增加了想象空间。但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，热搜永远只是起点，真正决定观众能不能一直追下去的是人物有没有生命力，故事有没有连续性，以及每一个关键情节能不能让观众觉得这一段出现的值得。尤其是在如今的影视市场中，观众并不缺少选择。一部剧可以因为一个精彩片段迅速出圈，也可能因为后续剧情乏力而迅速降温。所以我反而更加期待这部剧能够慢一点证明自己，不必急着用一个又一个高甜名场面告诉观众它有多好看，而是通过人物之间自然发生的情感变化，让观众自己发现其中的魅力。如果谭松韵能够在仙侠角色中展现出不同于以往作品的新层次，侯明昊也能够通过这个角色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表演能力，再加上两个人之间自然有层次的情感互动，那么这部作品或许真的有机会成为今年值得关注的仙侠剧之一。当然，现在讨论爆款仍然稍微早了一些，画面可以让我们期待，演员可以让我们关注，但最终能够留下来的还是故事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最幸福的追剧体验并不是提前知道结局，而是在每一集播出之后都忍不住想知道下一集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因此，与其急着给这部剧下结论，不如让时间和剧情来回答。你觉得谭松韵和侯明昊的 CP 感怎么样？你是因为两人的双人舞拥吻片段，还是因为仙侠题材本身而开始期待这部剧？如果后续剧情保持现在的氛围，你认为它有机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爆款吗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也可以告诉我你最期待两位演员的哪一场戏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观看、点赞、评论与支持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